若这是一场梦，你愿意陪我一起醒来吗？只要有你，梦里梦外又有何分别？命运将他们置于不同的时空，彼此间的誓言却超越了生生世世的羁绊。他们注定要别离，却不曾真正分开。夜幕低垂，城市的霓虹灯映照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，给人一种冰冷而陌生的感觉。李云疲惫地从大学下班，手中抱着一摞厚重的资料。他是一位历史教授，学识渊博，却总觉得现实生活中缺少了一些什么。特别是对于古代文化的痴迷，使他常常沉浸于各种历史文献之中，仿佛可以借此找到心灵的寄托。今天他接到了一个特殊的邀请，参观一座刚被发掘的古代遗址，传说中埋藏着某位大儒的墓葬。考古队得知他在此方面的研究成就，希望借助他的眼光来辨识一些遗物的来历。带着些许兴奋与好奇，他匆匆赶往了遗址。站在幽暗的墓室中，四周的石壁上雕刻着精美的浮雕，每一笔似乎都蕴含着古人的智慧。李云的目光落在了角落的一件竹简上，它看起来与其他物件格格不入，年代明显更为久远，甚至散发着一股神秘的气息。他小心翼翼地拾起竹简，忽然一股异样的感觉袭上心头。竹简散发出微微的光芒，似乎在冥冥之中唤起了某种神秘力量。眼前的景象忽然扭曲，所有的声音渐渐消失，世界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当他再度睁开眼时，周围的一切都变了。李云揉了揉眼睛，感到四周充满了泥土的气息，潮湿而陌生。他缓缓起身，发现自己躺在一条狭窄的巷子中，四周尽是破旧的木质房屋，泥土路面因连日阴雨而泥泞不堪。街上稀稀拉拉地走着几个衣着古朴的人，男子穿着粗布长衫，女子挽着古代发髻，像是从画卷中走出来的一般。他低头一看，自己的衣服也已经换成了一套粗布衣衫，手中紧紧握着那卷竹简，仿佛是唯一的连结。他试图平复心情，却发现一阵头晕目眩袭来，身体仿佛沉重无比，像是刚从一场病痛中恢复过来。正当他迷惑之时，几个粗犷的汉子匆匆走过来，领头的是个满脸横肉的男人，怒喝道：“李家小子，还敢躲？你欠的钱什么时候还？”李云愣住了，还未反应过来，那几个汉子已将他团团围住。为首的男人拽着他的衣领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。李云感觉到危险，本能的挣扎，却发现自己的力气根本无法对抗这些壮汉。“这位大哥，我想是误会了。”李云连忙解释，但对方根本不听，将他拽到一旁逼问着。就在此时，一道清冷的女子声音传来：“住手！”李云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穿淡绿色襦裙的女子站在不远处，眉目如画，神色冷淡。她身姿挺拔，一副大家闺秀的气质，却散发出一股威严。她手执一把折扇，轻轻拍打着掌心，望向那些汉子：“这里是府衙附近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还敢行凶？”那为首的汉子一见这女子，眼中闪过一丝畏惧，低声道：“苏小姐，这李家小子欠了我们的银两，我们不过是讨个公道罢了。”女子淡淡一笑：“讨债讲究规矩，不可随意动手。”她转头看了李云一眼，冷冷道：“他欠了多少银子？”10两。汉子讪讪地答道。女子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锭银子，递给汉子：“这便是他欠你们的钱，从今往后不准再来骚扰。”那汉子虽有些不甘，但也不敢反驳，只好收下银子，带着手下匆匆离去。李云挣脱了对方的桎梏，站稳身子，看向这位女子，心中满是感激。他还未来得及道谢，女子却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堂堂读书人竟也欠债不还，丢尽了书生的脸。李云无言以对，只能默默低头。他一时还未理清自己的处境，但隐隐约约猜到，他所穿越的这具身体似乎并非富贵人家出身，反而是一个潦倒的穷书生，连基本的生计都难以维持。女子转身欲走，忽然又停下脚步，低声道：“我姓苏，名月，既然救了你一命，便自重些吧。”他说完便离去，留下李云独自站在街头，脑海中反复回荡着那句话。他望着女子的背影，心中充满了疑惑与好奇。苏月，她到底是谁？为何要救她？自那日一别，李云开始在这片古代土地上求生。起初他满是迷茫，
不知该何去何从。但很快他意识到，如果不能自食其力，那么他恐怕会饿死在这陌生的地方。靠着自己深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力，他逐渐适应了古代的生活方式，学习古代的言行礼仪，甚至开始在集市上替人写书信、抄写经文，以此谋取微薄的生计。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他听闻当地的科举即将开考，考取功名便是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李云心中激动，这或许是他在古代站稳脚跟的最佳途径。然而他也知道，这将面临诸多挑战。就在此时，他再一次偶遇了苏越，他似乎对他的努力感到几分意外。而在言谈之中，李云渐渐察觉到苏越的身份不凡，背后可能牵涉到朝廷的势力。李云为这次科举考场的准备几乎倾尽所有心力。虽然他在现代拥有广博的知识，但古代的科举制度严谨繁琐，所考内容多为儒家经典，稍有差错便可能功败垂成。他一边抄书挣些微薄的生活费，一边在简陋的屋中日夜研读经书，将儒学四书五经背诵得滚瓜烂熟。科举的日子很快到来，李云穿着自己勉强缝补好的书生长衫走进考场。面对众多竞争者，他原本内心惴惴不安，但在拿到试题后，发现这些题目并没有超出他的认知范围。凭着自己深厚的知识储备和独特的现代视角，他在答题中融入了些许新意，写下了流畅的文章，甚至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治国之道。考官们阅卷时都对这份试卷赞赏有加，认为这是难得一见的奇才之作。几日后，李云的名字果然出现在了发榜的榜单上，他一举成为解元，即科举乡试的第1名，从默默无闻的落魄书生摇身一变成为了众人瞩目的才子。然而这份荣耀并非毫无代价。在一处酒楼中，当地达官显贵纷纷前来祝贺李云，有意结交这位未来的栋梁之才。他们或是殷勤地献上财物，或是邀请他前往府中做客，意图将他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中。李云内心警惕，表面上却不得不维持微笑，婉拒了大部分邀请。其中有一人却让他格外在意，镇国将军柳明山，朝廷中举足轻重的权臣之一。柳明山是个身材魁梧、气宇轩昂的中年男人，目光锐利如鹰，身上带着不容侵犯的威严。他对李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邀请他到府中共饮一杯。李云思索片刻，还是接受了这次邀请，暗自决定小心行事。当晚，李云随柳明山来到将军府。将军府中装饰古朴，却不失威严，随处可见武将的印记。他们在一座偏厅中落座，柳明山亲自为他斟酒，面带笑意地道：“李解元年纪轻轻便才高八斗，将来必能为国效力，朝堂中正缺你这样的人才。”李云小心应答，不想过多暴露自己的立场。柳明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解元不必过于谨慎，京城权贵林立，各方势力错综复杂，若无靠山，怕是寸步难行。不知解元意下如何？”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缓缓步入偏厅。李云抬头望去，心头微微一震，竟是苏越。他今天一身端庄的服饰，气质冷峻，与上次街头偶遇时的模样大相径庭。他淡然地向柳明山行礼，又向李云微微点头。李云终于明白，为何苏越的身份如此神秘，她竟是镇国将军的义女。酒过3巡，柳明山道出了自己的心意。他试图招揽李云，希望他能成为自己阵营中的一员，并暗示如果李云答应，将会为他铺平仕途之路。李云虽明白这样的机会难得，但内心并不愿随意被卷入党争之中，于是以尚需考虑为由，暂时推辞。柳明山见他并不急于答应，虽有些失望，但并未勉强，反而对他的冷静多了几分欣赏。席间，苏越偶尔与李云对视，目光中似有一丝提醒与关切之意。送别时，苏越独自走在李云身旁，低声说道：“京城中权力纷争复杂，凡事三思而行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“若有困惑，可随时来找我。”李云微微颔首，心中对苏越的疑虑与好感交织。他的冷淡与温柔，疏远与亲近，仿佛都在他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他隐隐觉得自己的命运或许已经与这个神秘女子紧紧相连。数日后，李云偶然在街市上再次遇见苏越。
他一反往日的冷淡，与他相谈甚欢，甚至主动邀他一同游览京郊的美景。李云心中疑虑，担心他背后另有深意，但看到他的微笑，所有的戒备似乎都被放下。他欣然答应，二人一起踏上了这趟轻松的短途旅行。在路上，苏月向他谈起了古代典籍和儒家思想，偶尔还引用一些李云从未听过的典故。李云对他的见识感到惊讶，隐约觉得他的学识甚至超出了一般女子所能达到的程度。谈话间，二人情意暗生，李云对苏月的好感愈发加深。然而，苏月在旅途中忽然露出了些许的落寞神情，轻声道：“若你不是如今这般身份，或许一切会更加简单。”李云愣住，隐隐明白他的意思，他们二人的身份注定无法让这段情感顺利发展。他的理智告诉自己不该再深入，但心中那份情愫却已然无法自拔。旅程结束后，二人蓦然分开，各怀心事。李云自科举一鸣惊人后，迅速得到了朝廷的赏识，不久被委以重任，成为朝廷的一名监察御史，负责监察官员的行事。他深知这一职务十分敏感，稍有不慎便会得罪权贵，甚至危及性命。然而，作为一个初涉官场的新人，李云决定保持清正，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。然而，朝堂之上，明争暗斗愈演愈烈。李云的正直与清廉不久便引起了权臣的不满，特别是和柳明山势力对立的另一方何大人，一位老谋深算的高官。他对李云这个新入官场的年轻人颇为忌惮，认为他年纪轻轻就能坐上监察御史之位，背后必有靠山。因此，他开始密切关注李云的行动，试图找到机会将他拉下马。一天夜晚，李云悄悄接到了苏月送来的密信，信上只写了寥寥数语：切勿轻信任何人，朝堂暗潮汹涌，步步为营。李云握着信纸，心情复杂。他知道这是苏月对他的忠告，也是对他的一种无声的关心。心中生出一丝温暖的同时，他也愈发意识到自己已然被卷入了朝廷之中的权力斗争，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读书人。几日后，何大人突然召集了一次密会，李云受邀出席。席间，何大人旁敲侧击地向李云暗示，若能为他效力，便可在朝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优厚的待遇。李云心中警觉，表面上却表现得谨慎而谦恭，不动声色地敷衍过去。回到府邸后，李云深知局势复杂，进退两难。他既不愿背弃自己的信念去依附何大人，却也无法逃避这场暗流涌动的权力之争。他思索良久，最终决定暂时保持中立，不轻易投靠任何一方。与此同时，李云与苏月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尽管二人彼此心意相通，却因朝堂上的复杂局势而无法坦诚相对。苏月是柳明山的义女，而柳明山又是何大人势力的主要对手，二人之间的感情被政治的角力拉扯得支离破碎。有一次，李云忍不住问苏月，若我与柳将军的立场冲突，你会如何抉择？苏月微微一怔，片刻后轻轻一叹，我曾是无根之人，柳将军收养我，为我提供庇护，我欠他一生的恩情，无法违背。他的目光复杂，既有歉疚又有痛苦，但若你与他势不两立，我只愿你能安然无恙。李云心头一震，既感动于苏月的深情，又为自己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而无奈。不久后，朝堂传出风声，有人匿名向皇上递交密折，揭发何大人贪腐枉法，党羽凌厉。消息一出，朝野哗然，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何大人身上。何大人得知有人举报自己，迅速反击，命手下开始暗中调查是谁递交了密折。在一番搜查之后，他的目光转向了李云。何大人认为，作为一名监察御史，李云极有可能参与了此事，便开始暗中针对他，甚至意图通过栽赃陷害将李云逐出朝堂。李云察觉到自己正被何大人监视，决定主动出击。他找到了几位朝中清正廉明的官员，向他们提出了何大人的种种劣迹，试图借他们的力量彻底揭露何大人的阴谋。同时，他也利用自己在科举中的名声，暗中鼓动民间的舆论，将何大人的恶行逐步曝光于众。何大人渐渐感到大势已去，试图以贿赂和威胁手段摆平此事，然而舆论已如决堤之水，根本无法阻挡。
最终，他被皇上革职查办，带着一身罪行凄惨收场。何大人的倒台让李云在朝中地位有所提升，但他深知自己与柳明山的关系愈加微妙。柳明山虽未表露，但对李云的不信任已然加深。朝堂上，他渐渐受到柳明山一派的排挤，甚至有人暗中威胁，劝他退出朝廷，以免招致更大的灾祸。李云心力交瘁，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。在权力斗争的漩涡里，他一步步向着孤独的境地滑去。而就在这时，他和苏月的情感也到达了无法回避的临界点。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，李云约苏月见面，在灯火阑珊的桥头，二人静静相对。李云望着苏月，缓缓道：苏月，若我离开朝堂，远离这纷争，你是否愿随我而去？苏月沉默片刻，微微摇头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，却坚定地说道：李云，你并非那种人，你才华横溢，心怀抱负，若因我放弃这一切，日后只会后悔。他抬起头，目光清澈，更何况我这一生已注定在这片纷争中，不愿连累你。李云深深凝视着他，知道他的选择或许是对的，但心中的痛苦却无法释怀。他轻轻拉住苏月的手，眼神中满是无奈和怜惜。我只恨缘分太浅，身不由己。二人沉默相拥，心中的深情却无法改变现实的阻隔。风雨拍打在桥头，仿佛是他们二人无法停歇的心跳。随着在朝中的地位逐渐稳固，李云开始思索自己穿越到这个时代的原因和如何回到现代。他始终不曾忘记自己来自现代的身份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心中都会生出强烈的孤独感和对现代生活的眷恋。虽然对这个世界渐渐有了牵挂，但他内心深处一直在寻找回去的线索。一次，李云偶然在一个古旧的书店中看到一本名为《奇门遁甲》的古籍，书中记载了许多玄妙的方术，其中一些内容似乎涉及到空间转移的理论。他心中一动，想起自己最初穿越时的一些模糊记忆，似乎也是在某个古迹旁边不经意间触动了某种力量，才使得他来到这个时空。李云暗中将这本书带回家中，夜以继日的研究，希望能找到能够穿越回现代的方法。然而书中的内容艰深晦涩，涉及大量晦涩的古代术语。他翻阅其中的篇章，发现一些章节提到了阴阳互转、时空逆行之类的神秘理论，隐隐触及到穿越的关键，但却始终无法破解其中的奥秘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李云渐渐意识到，单凭自己一人恐怕难以破解其中的玄机。他决定寻找一位精通道法的高人来帮忙指点。经过几番打听，他得知在城郊有一位隐居的道士，号称奇门大师，精通阴阳五行之术。于是他借着出游之名前往拜访。奇门大师年纪已高，目光深邃而洞察一切，似乎一眼便看穿了李云的身份与来意。大师对他说，穿越者非属此时空，阴阳失衡，回去之路艰险重重，唯有找到契机才能成功。他还提醒李云，回到现代意味着要放弃此时此地的一切，包括他在古代所经历的种种感情和羁绊。李云在心中挣扎，最终还是坚定地点头。他深知自己的命运并非属于这个时代。大师将一块古老的玉佩交给他，说道，此物乃穿越的信物之一，唯有集其完整信物，辅以时机与阴阳法阵，方可开启通往未来的路径。李云握紧玉佩，心中既有希望，也充满忐忑。然而随着他对穿越回去的执念加深，他与苏月的关系也愈发难以自持。苏月察觉到李云似乎在秘密地准备着什么，数次暗示自己愿意帮他，但李云始终无法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与归属。每当他望着苏月，心中便有种难言的愧疚与纠结。回到现代意味着彻底放弃他，放弃这个世界的一切。在一次夜谈中，苏月突然低声道，李云，我总觉得你不属于这里，像一只随时会飞走的鸟。李云沉默片刻，轻轻叹息，我或许真的不该属于这里，可这里却有我割舍不下的情谊。苏月微微一怔，眼中浮现复杂的神情，但终究没有再问下去。他似乎隐约明白，李云的身上有着他无法触及的秘密，而他唯一能做的便是静静的等待。李云在继续谋求回到现代的道路时，也不得不面对愈加复杂的朝堂局势。
柳明山察觉到李云对何大人的揭发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权力游戏，他派出暗卫调查李云的私生活，试图找到他背后潜藏的秘密。李云在朝中的对手越发多了起来，似乎每走一步都会遇到新的敌手与危险。某日，苏月悄然带来消息，警告李云小心柳明山的调查。李云对他的帮助满怀感激，但心中也暗生忧虑，若柳明山知晓他并非此时此地之人，或许会更加疑惧他。更何况李云的穿越之谜至今未解，回归之路仍然遥不可及。为了不被卷入更深的权谋漩涡，李云再次前往城郊拜访奇门大师，请教关于玉佩的更多秘密。他恳切地向大师请教，问如何才能找到其他信物，完成回归现代的仪式。奇门大师凝视着李云，沉默片刻才道，每块信物上都蕴含一段灵力，若能以心血祭炼玉佩，便可将其激活，指引你找到下一块信物的位置。但你要谨记，灵力耗尽之时，便是生命大限。李云心头一震，他明白自己冒的风险极大，回到现代的路上，每一步都可能是生死之险。然而求归之心始终强烈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将心血滴入玉佩中，默默闭目凝神。片刻后，玉佩微微发光，向他展示出模糊的图景，一座巍峨的宫殿，一处隐秘的地窖，还有一面古镜。大师轻轻道，你的下一块信物便在皇宫之中，那面古镜乃镇国之宝，但也关系到一段禁忌的历史，要得到它非易事。皇宫内戒备森严，李云深知贸然进入将有杀身之险，他暗中向苏月透露了自己的意图，隐晦地提及自己必须寻得一件皇宫中的物件，才能完成一项重要使命。苏月虽然不解其意，但出于对李云的关心，仍然冒险在宫中为他打探路径。与此同时，柳明山越发察觉到李云的不寻常，他开始对李云施压，甚至命苏月劝说他放弃某些不可得之物，暗示皇宫并非李云该涉足的地方。苏月将柳明山的警告带给李云时，眼中满是担忧，低声劝道，若有什么不可为之事，便莫要执意，许多东西放弃才是真正的自保。李云轻轻握住他的手，目光坚定，苏月，我或许真的不属于这里，但有些事情若不去完成，我将永远无法回头。苏月一怔，似有所悟，但终究未能将更多疑问问出口。在苏月的帮助下，李云成功混入皇宫之中。通过一番周密的计划，他设法避开了守卫，悄然进入皇宫内的藏宝地窖。然而当他寻到古镜之时，正欲将其取下，却被一位冷峻的太监发现。这位太监早已暗中效忠柳明山，得知此事后，迅速向柳明山通风报信。李云带着古镜设法逃出宫殿，却在城门处被埋伏的侍卫围堵。眼看突围无望，李云心知此行已然败露，他冷静地将古镜藏在一处隐秘的地方，随后故作镇定地向侍卫表明身份，借口说是误入宫中，试图蒙混过关。然而柳明山很快派人将李云带到府邸，冷笑道，李介元为何要潜入皇宫？是否另有图谋？他的眼神锐利，显然并未完全信任李云的说辞。李云心知若实话相告，便会牵扯到穿越的秘密，他灵机一动，便称自己是为收集治国之策，探访古籍，却不小心进入了禁地。柳明山见他言之凿凿，虽有些怀疑，却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只得暂时放人。李云离开后，立即返回藏匿古镜的地方，将古镜与玉佩合二为一。刹那间，玉佩中的灵力涌动，指引出一条模糊的光路，向远方某处延伸而去。这一刻，他感觉自己离归途似乎又近了一步。随着李云越来越接近回归现代的目标，苏月也渐渐察觉到他的秘密。一次雨夜，苏月前来质问他，眼中流露出不安与失落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何心中始终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李云沉默许久，终于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向他坦白，告诉他自己并不属于这个时代，而是来自1000年之后的现代。苏月听闻后怔然无语，久久才道，原来你一直都在想着回去，我以为你会留下陪我一生。李云心中隐隐作痛，却也无法违心否认。他看着苏月轻轻道，苏月，若我回去必将失去这一切。
但在我心中，你始终是难以割舍的牵挂。苏月微微垂下头，终究未能将更多疑问问出口。他抬头，眼中已不再是早先的茫然，而是深沉的理解与不舍。你在这里找到了属于你的使命，也找到了回去的路，可是我只能留在这里，无法与你共享未来。他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你回去的路是你唯一的路，是不是？李云轻轻点头，语气坚决。是的，苏月，虽然我的心会一直牵挂你，但我的未来不属于这里。他深深看了一眼他，眼中满是愧疚。请你相信，回去的选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或许才是最好的结局。苏月低下头，泪水滑落，却终究未再挽留，只默默注视着他，眼中充满不舍与无尽的思念。李云凭借古镜的指引，终于来到了最后的地点，一座隐藏于山间的古庙。庙中供奉着一座青铜雕像，雕像前摆放着一块残破的石碑，上面刻着他所需的最后一段咒文。他按书中所示，在古庙中布置法阵，将玉佩、古镜和石碑碎片排列妥当，默默诵念穿越的咒文。法阵渐渐发出光芒，天地仿佛开始扭曲。就在这一刻，苏月突然出现，站在法阵外，眼中含泪地望着他。如果我求你留下，你会留下吗？他的声音低而哀伤，眼中透出最后的期盼。李云的心头一震，顿时停下了念动的咒文，目光凝视着他。他心中波澜起伏，嘴巴微张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发现自己怎么也无法吐露心底的话语。他深知这一刻的选择将决定他们的未来，而这个未来将不再有交集。苏月，他轻声叫道，声音沙哑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你我之间的种种终究会有尽头，若我不走，永远也无法回到属于我的地方，而你也将始终困在这片时空中，无法自由。苏月泪水悄然滑落，轻轻步上前，仿佛每走一步都在逼近李云的心。他抬起头，眼中无畏而坚定。你说你不是这里的人，但你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无论你来自何方，我已无法再回到曾经的生活中。李云的心如刀割，他看着他那满含泪水的眼睛，仿佛看见了整个世界。那一刻，他突然明白，自己一直在逃避的不是穿越，而是与他之间深深的情感纽带。我不愿离开。李云终于开口，声音几乎微不可闻。可是我也不能留下，你值得更好的未来，而我注定属于另一个世界。苏月抿着嘴唇，低头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轻声道，你曾告诉我，爱一个人就应该让他自由。可是李云，我不想自由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李云的眼中闪过一丝迷茫和痛苦，似乎在这一刻，世界突然变得无比苍白。他深知自己留在这里意味着什么，放弃未来的归属，放弃一切。可是他也明白，如果不与苏月道别，他将永远无法跨越这一道深深的心灵裂缝。他轻轻伸出手，抚摸着苏月的脸颊，温柔却又坚定。你是一个值得拥有幸福的女子，而我不能成为你的束缚。你会遇到更好的人，拥有属于你的未来。请相信我，放手也许是最好的选择。苏月低下头，泪水打湿了他的手掌。他轻声说道，我明白了，李云，我知道，或许这才是我们各自的命运。你会回到你的世界，而我会留在这里，继续我的人生。他抬起头，深深凝视着李云，眼神中带着无尽的温柔与不舍。但无论你走得多远，我的心将永远与你同在，直到天涯尽头。李云的心再次被狠狠地撕裂，他张了张嘴，却不知如何回答，只能将他紧紧拥入怀中。这一刻，时间仿佛停滞，所有的言语都变得苍白无力，唯有这一份深沉的爱永远铭刻在心。再见了，苏月。李云终于轻声道，他的声音几乎淹没在即将召唤他回到现代的光芒中。在光芒中，李云目光不离苏月的身影，直到他彻底消失在视野中。他深知自己无法回头，这一别也许会成为永远。光芒消散，李云再次睁开双眼时，已回到现代。他环顾四周，熟悉的街景与人群扑面而来，而他手中紧握的玉佩、
却渐渐消失在空气中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站在现代的街头，李云心中充满感慨。他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，但心中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个朝代、那段情谊，以及那个叫做苏月的女子。虽然重归现代，他的内心已不再属于这里。或许，这一生的记忆和羁绊，将成为他无法言说的秘密，永远珍藏于心底。